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：吃降压药不能喝牛奶吗？提醒：长期服用降压药最好要远离五物。不过是喝了几口牛奶而已，我不知道这么危险。张伯到现在还心有余悸。上周一，张伯起晚了，急忙着送孙子上学。出门的时候，发现小孙子的牛奶没喝完，正巧张伯该吃降压药了，他随手就拿起牛奶将药一起服了下去，把小孙子送到学校门口。张伯就感觉头晕目眩的，双脚无力。值班的老师看他的脸色不好，赶紧让他到校医室里看看。结果量血压的时候发现张伯的血压竟高达180毫米汞柱，急忙送往邻近的医院检查治疗后，张伯的身体已无大碍，但面对血压突然飙升的张伯很是不解。医生经了解情况后告诉他，很可能与早上的牛奶有关。牛奶中富含酪胺，而降压药会抑制分解酪胺的酶，酪胺积聚在体内就会引起血压骤升。吃降压药不能喝牛奶是真的吗？牛奶是一种营养价值极高的食物，富含优质蛋白质、维生素以及矿物质等的营养物质，是补充优质蛋白质的重要来源。在生活中，有不少人喜欢用牛奶来送服药物，或者是吃完药后在短时间内就喝牛奶。那吃降压药到底能不能喝牛奶呢？目前常见的降压药物种类有二氢吡啶类钙通道的阻滞剂、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、噻嗪类利尿剂、钙通道阻滞剂和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等的5种。当然，并不是所有的降压药都会与牛奶产生相互的作用，但要是服用钙通道阻滞剂和贝塔受体阻滞剂的降压药，就要尽量的避免和牛奶同服。钙通道阻滞剂是阻断细胞膜上的钙通道，减少钙离子进入到心脏和血管平滑肌细胞，从而使血管扩张，达到了降低血压的效果。当与牛奶同时摄入时，牛奶中的钙就会与药物竞争同一吸收的途径，阻碍抑制钙离子的作用。而贝塔受体阻滞剂等的降压药同时以牛奶或者是奶制品服用，就会使牛奶中的酪胺的分解遭到了抑制，轻者会影响降压的效果，重者则会引起血压持续的升高，甚至会引发高血压危象。所以不建议牛奶与降压药同服。服用降压药后需要喝牛奶，最好间隔半个小时以上。长期服用降压药应该避开这5物。高血压是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，需要长期服药才能够稳定血压。除了要注意定期的服药，生活中某些食物有可能会影响降压药的效果，服药期间一定要忌口。柚子。柚子是一种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，有利于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。但是柚子中也含有一种叫做柚子皮苷的物质，它会抑制肠道中的一种酶，这种酶正是参与降压药物的代谢的。如果与柚子同服，会使降压药物在体内的浓度升高，增加药物的毒性，导致低血压、心律失常、肝肾损伤等。比如地高辛、美托洛尔、硝苯地平、非洛地平等的降压药物都不宜与柚子同服，或者间隔的时间过短。咖啡。咖啡是一种含有咖啡因的饮料，有利于提神醒脑和增强记忆。但是咖啡因会导致血压升高、心率加快、心律失常等。如果与一些降压药物同时的服用，会降低药物的效果，甚至会引起药物的拮抗作用。比如利尿剂、贝塔受体阻断剂、钙拮抗剂等的降压药物都不宜与咖啡同服，或者是间隔的时间过短。酒精。酒是一种含有酒精的饮料，有利于促进血液循环和消化，但是酒精也会影响血管的收缩和舒张，导致血压波动，甚至引起高血压危象。如果与一些降压药物同时的服用，会增加药物的毒性，导致肝肾损伤、出血倾向，
呼吸抑制等，比如乙醇类、硝酸甘油类、硝苯地平类等的降压药物都不宜以久同服或者是间隔的时间过短。4. 香蕉。香蕉是一种含有丰富的钾、镁、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的水果，有利于预防便秘和高血压。但是香蕉中的钾离子如果与一些降压药物同时的服用，会导致血钾升高，引起心律失常、肌无力、麻痹等。高钾的食物还有橘子、西红柿、土豆、菠菜、口蘑等。5. 高盐食物。高血压的患者需要对盐的摄入有严格的要求，若服药时同时进食高盐的食物，不仅会让药物的降压效果打折，还不利于血压的稳定控制。因此在服用药物时避免摄入太咸，尤其是注意隐形盐、膨化食品、火腿肠、沙拉酱等的含盐高的食物。3. 长期的服用降压药，注意避开这4个误区。高血压与心脑肾疾病关系密切，一旦疏于控制，很可能就会陷入高风险的健康危机。因此，高血压用药是稳步控制血压的关键，而这些降压药的误区很可能就会影响正确的用药。1. 无症状就不服药。血压升高可能会引发头晕、头疼等的不适，但有些患者病程长，身体有耐受性，敏感性降低，发现自己没有不适症，就认为不用服药，这种做法是错误的。没有不适不代表血压对身体没有危害，一点的血压骤升，引发脑梗、心梗，再来控制就为时已晚。2. 血压正常就停药。有高血压的患者认为，吃了降压药把血压降至正常，就意味着自己的病情已经好转，可以停药。殊不知，停药后血压再次的升高，且间歇性的用药更容易的引起血压波动，对心脏、大脑等的器官造成严重的损害。3. 血压降得越低越好。控制血压不仅仅是观察高血压的变化，也要关注低血压。若血压过低，就会导致大脑血流量的灌注不足，可能诱发脑卒中。因此，降压治疗不能过急过度。对于长期服药的老年人，高压能够控制在130至150毫米汞柱就非常稳定了。4. 随意更换降压药。只要选用的降压药是安全的，自身没有不适感，肝肾功能体检指标都正常，血压也控制稳定，是不建议患者换药的。换新的药物，机体需要重新的适应，过程中也会造成血压波动，对身体器官造成不利。除了正确用药，高血压的人群还是应该注意健康的生活习惯的养成，控制体重，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，禁烟禁酒，规律运动等，多管齐下才能给血压稳稳的安全感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关于降压药，您有什么看法？欢迎到评论区一起讨论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